所有球員都進去了，那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靜。有人告訴我，更衣室裡面的氣氛簡直就像是一場真正的葬禮，沒有任何球員說話，沒有人發言。所以馬內也是見到過去的隊友，實際上是競爭對手薩拉赫，確實本場比賽表現太頂了。離開了利物浦快4年以後，依然能夠贏薩拉赫，尤其是蘇比門迪進的那個球，幾個假設動作，感覺就像打遊戲一樣，龜速的橫向帶球，就是沒人去破壞，後腰沒來補防，後衛也沒跟，兩個都去封堵，吃了對方的假動作，就全玩完了。好，朋友们，今天皇馬在換帥以後，竟然2比3被西乙的保級隊給淘汰了。還有英國聯賽杯的半決賽首回合，切爾西2比3在換帥之後輸給了阿森納。還有非洲杯的半決賽，馬內1比0進球淘汰了一生之敵薩拉赫。節目很精彩，喜歡的話歡迎您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非常感謝您訂閱老 K 足球頻道。那麼換帥後的皇馬竟然在國王杯2比3被西乙的保級隊阿爾瓦塞特給淘汰，又一個千古奇冤誕生了，哈維·阿隆索。上半場就是對方的比利亞爾先破門，隨後在上半場補時階段，赫伊森頭球被撲出，馬斯坦托諾補射扳平比分1比1，直到第82分鐘，因為皇馬解圍不利，對方貝坦科爾破門，比分1比2。但在補時第92分鐘，居萊爾開出角球，貢薩洛加下頭球破門，皇馬打成2比2。本已是絕平，卻沒想到第95分鐘被對方絕殺，貝坦科爾兜射破門。皇馬現在真是把流量大隊長曼聯的流量都給搶光了。這場2比3輸球，直接把巴塞羅那放在了尷尬的位置。原來巴塞羅那跟西班牙乙級聯賽的第17名是一個實力，哈哈，皇家馬德里啊，皇家馬德里。罵了半個賽季，阿隆索任人唯親，結果發現今天進的2個球還都是阿隆索的親信進的。小隊長巴爾韋德吵着鬧着不想踢右後衛，結果踢中場除了歪把子遠射還是歪把子遠射，而沒有了阿隆索和姆巴佩，維尼修斯也沒能起飛。怎麼辦？這一場皇馬的球員怎麼評？萬念俱灰呀！維尼修斯今天在場上給你配了一個中鋒了，姆巴佩也沒上。可是踢一個西乙保級球隊，竟然丟失球權23次。不過也沒辦法，對方擺大巴，球大部分還是維尼修斯去推進的。在這種情況下，丟失球權確實有些多。在這場比賽後，西班牙6台的節目主持人對比賽進行了評論，毫不留情地批評了皇馬的現狀。他原話說：“這就是現實，一個支離破碎的更衣室，這裡沒有奇蹟，朋友，這裡沒有奇蹟。阿維羅亞，你不是罪魁禍首，你不是那個該負責的人。今天只是確認了你早就知道的事實。很明顯，如果你是巴薩球迷，你一定會留下來繼續看我們的節目，因為今天是你的好日子。而如果你是皇馬球迷，你也必須留下來觀看。整個賽季我們都在討論皇馬的情況，一個毫無章法、支離破碎的球隊，這一點已經得到了證實。指責阿維羅亞當然很容易，但你們真的認為他能在1天之內改變什麼嗎？能讓皇馬跑得更快、踢得更好嗎？你們覺得他有責任嗎？阿維羅亞敢於站出來說我是那個該負責任的人，這值得稱讚。他本可以輕鬆地說給我一點時間，但他選擇了直面問題，而且他會一直這樣做，直到他徹底崩潰。當球員們退場的時候，阿維羅亞一直在更衣室等所有人進去。有些皇馬球員因為與阿爾瓦塞特的球員質疑而耽擱了。所有球員都進去了，那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靜。有人告訴我，更衣室裡面的氣氛簡直就像是一場真正的葬禮。沒有任何球員說話，沒有人發言，是阿維羅亞一直在給球員們打氣，告訴他們必須繼續努力工作，必須繼續戰鬥，不要垂頭喪氣，強調自己才是最大的責任人，而且大家會團結一致走出這個困境。是阿維羅亞帶頭說了話，試圖在阿爾瓦塞特這個非常非常艱難的夜晚鼓舞他的球員們。另外，塞爾電台的節目總監也發表了看法，他態度強硬地說，這不是主帥的問題，球隊存在更嚴重的隱患，我們即將看到球隊會如何應對，前提是這個隱患還有補救的餘地。這是我多年來見過的最差的一支皇馬，球隊剛剛解雇了阿隆索，新帥剛剛上任，這是一場事關冠軍爭奪的生死戰，但球隊在場上無論是技戰術層面還是在比賽強度上都沒有展現出絲毫的鬥志。皇馬的問題依舊存在，即便我們閉上眼睛也能發現。這樣的表現和1個月前阿隆索執教的時候，或是去年安切洛蒂帶隊的時候如出一轍。球隊在技戰術、在陣容配置上都存在問題，球員的態度問題更是顯而易見。
這就是一場災難，而且球隊的頹勢絲毫沒有得到扭轉。另外，著名的阿斯报記者隆塞罗批評道，皇馬的管理层運作的猶如業餘俱樂部，已經成為足壇笑柄。隆塞羅說，如果以真正的激情投入比賽，今天這套首發陣容本該能對由8名替補出戰的阿爾瓦塞特打入4球。問題在於，從贏得第14座歐冠到第15座之間，我們流失了太多核心球員，卻只能用更為平庸的替代者填補空缺。球隊的首發實力在不斷削弱，皇馬引進的球員大多平庸。看到卡馬文加替補出場的表現時，我感到錯愕，而我們竟然還在繼續依賴阿拉巴，而他的膝蓋早在2年前就已經不堪重負。盧寧把守的球门2次失守，中場卻沒有人能抬起頭來，以技術和視野去掌控節奏，更有些球員在場上已經近乎放棄。自夏天以來，所有決策幾乎都是災難，這只能歸咎於管理不善。我們運作的像一家業餘俱樂部，團隊管理水平嚴重缺失。短短3天內，由於不懂得如何管理這支曾屢次英雄般奪得歐冠的球隊，我們已經從2項賽事中出局，這是全方位的潰敗，決策失誤，引援糟糕透頂，並且因為缺乏真正的領導力而陷入迷失。皇馬正在成為足壇的笑話，做錯事的人應當自己承擔責任，而不是去尋找什麼外部敌人。說得好啊，隆塞羅這幾句話相當於是直接對着老佛爺開炮了。沒辦法，這還是皇馬嗎？今天賽後，前皇馬球員貝尼托直言，球員應該對這場失利負主要責任。皇馬目前也缺乏能夠真正約束他們的人，要在1天內看到實質性改變確實很難。但換帥本應帶來新的活力和重燃希望。真正令人擔憂的是，要麼是球隊整體水平不足，要麼是許多球員的狀態遠遠沒有達到應有的水準。我認為阿隆索的下課實際上是球員們的勝利，他們自認為有權拒絕被強加某種戰術風格或特定的職責。阿隆索在勒沃庫森執教時，曾經打造出一支紀律嚴明、富有進攻性、充滿活力與侵略性的球隊，但他在皇馬卻無法複製這樣的成功，因為有些球員要麼抗拒他的要求，要麼根本沒有能力執行。在我看來，這完全是一場潰敗。如今還有誰能約束這些球員，說服他們必須改變方向，另尋出路，才能真正保持競爭力？是呀，說得好啊，真的太丟臉了。要知道，对方阿爾瓦塞特全队身價如果放到皇馬球員的身價排行中，只能排到第20位，全队總身價僅僅是1370萬歐元，而皇馬全隊總身價高達13.5億歐元，是阿爾瓦塞特的98倍之多。世界體育報今天報道，阿隆索的下課以及新帥阿韋羅亞帶隊在國王杯上的恥辱表現，都足以證明皇家馬德里正深陷嚴重的管理層危機。目前這支皇馬就是一盤散沙，群龍無首。皇家馬德里的症結並非哈維·阿隆索一個人，或者說不全是他的問題，這一點顯而易見。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哈維·阿隆索的離任以及阿韋羅亞的接手，至少從目前來看，並不會讓球隊的境況得到改善。一來，球隊需要解決的問題堆積如山；二來，在一場定勝負的國王杯賽事中，球隊根本沒有時間去完成調整。事實上，球隊現在的處境只會愈發混亂，而在阿爾瓦塞特的這場比賽恰恰印證了這一點。皇家馬德里在比賽中的表現進一步跌入谷底，這支球隊如今群龍無首的狀態暴露無遺，球隊的處境已然慘淡。如今已經沒有主教練可以被當作替罪羊。球員們雖然並非全然沒有責任，但看上去卻像置身事外。與此同時，对手們都清楚皇馬目前的窘境，他們在比賽中踢得更有底氣，就如同本场比賽的阿爾瓦塞特一樣。阿爾瓦塞特為了贏下比賽拼盡全力，甚至連天氣都站在了他們這邊。當比賽正式打響時，球場上方彌漫起了濃厚的大霧，這極大地影響了比賽的正常進行。無論是現場球迷還是電視機前的觀眾，視線都受到了嚴重阻礙。不過，對於部分皇馬球迷而言，看不清球隊的表現，或許反而是一件幸事。畢竟，這支球隊在場上毫無章法，而且一天比一天顯得更迷茫。面對這樣的局面，皇家馬德里，準確來說是老佛爺給出的解決方案，就是任命一名毫無頂級聯賽執教經驗的主教練。而這位新帥之所以會被拿來和穆里尼奧比較，顯然並非因為他的執教履歷，而是他在新聞發布會上的發言風格。但從這一點來看，阿韋羅亞的上任似乎很難拯救皇馬。在對陣阿爾瓦塞特的這場比賽中，
這位來自薩拉曼卡的教頭在場邊顯得毫無激情，全程都十分嚴肅。不論比賽出現任何關鍵節點，不論局勢對球隊有利還是不利，他都沒有做出任何手勢或者向球員們下達指令，只是在替補席上枯坐着。而且他甚至沒有将罗德里戈、楚阿梅尼以及卡雷拉斯這些健康且可以出戰的球员招入比賽名單。皇馬的新主教練阿維羅亞在首發陣容中啟用了塞斯特羅，在他看來，這位球員是西班牙最好的6號球員。同時，他將年輕球員和老将混搭組隊，這樣的排兵布陣讓球隊的陣容顯得有些混亂。維尼修斯和阿爾達居萊爾在這場比賽中徹底隱身，這2位球員本是被寄予厚望的球隊領軍人物。同樣隱身的還有馬斯坦托諾，除去那一粒憑借门前嗅覺打入的進球，馬斯坦托諾始終沒有展現出專家口中的天賦。人們曾以為他會和亞馬爾一同競爭世界足壇的未來之王。總而言之，這支皇家馬德里如今就是一盘散沙，群龍無首。另外，前皇馬球星米亞托維奇也在塞尔電台中點評皇馬的表現。他說，短短4天時間，皇馬丟了2座冠軍獎杯，主教練也黯然下課。球隊在輸掉西班牙超級杯，在不敵老對手之後，又迎來這場比賽。換帥的變動本就影響軍心，球員們還想當然地認為自己面對的是實力遠遜於己的對手，踢起來可以毫不費力。結果就釀成了這樣的苦果。想要扭轉當前的頹勢，關鍵不在教練，也不在球隊主席，能拯救球隊的只有球員自己，除此之外別無他法。皇馬如今最大的症結就是缺少主心骨。如果更衣室裡還有克羅斯、莫德里奇、拉莫斯這樣的老將，有這樣一位能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帶領年輕球員走出困境的領袖，我會感到安心很多。在皇馬踢出了這樣糟糕表現的所有比賽裡，我都無比想念這樣一位領袖的身影。如果球隊始終無法找到這樣的人物，那未來的麻煩只會越來越多。有意思的是，在阿爾瓦塞特戰勝皇家馬德里這一場隊史級別的勝利之後，巴列霍成為了焦點人物之一。他本因肌肉不適未能登場，這名後衛用自己的方式诠釋了這场勝利的重量。他曾經效力於皇家馬德里，如今卻身披阿爾瓦塞特的戰袍。當隊友們都在盡情慶祝勝利的時候，他卻淚流滿面，情緒完全失控。隊友們都見狀，紛紛走上前，挨個安慰了這位難掩激動淚水的本土球員。因為對他而言，畢竟這場比賽有着里程碑式的意義。值得一提的是，在賽前的採訪，巴列霍曾表示他會告訴隊友如何對抗皇馬，並希望大家全力以赴贏下皇馬。巴列霍過去有過3次效力皇馬的經歷，總計為皇馬出場了35次。那麼過去阿維羅亞在巴薩最大的對手前巴薩球員皮克今天沒有放過這個機會，他對阿維羅亞執教皇馬的首秀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新帥治下的皇馬首秀真是太精彩了。哈哈，這樣一句話雖然簡短，但滿滿的都是諷刺的味道，字裡行間都帶着毫不掩飾的調侃。過去在球員時代，這2個人的關係就可以用互相敵視來形容，這算是真正的仇家。主帥阿維羅亞在無緣8強之後，一個人攬下了失利的責任。他說，在皇馬這家俱樂部，平局已經夠糟糕了，堪稱災難，更不用說這樣的失利了，何況是輸給一個低級別的對手，太令人難受了。我相信我們的球迷都很難過。如果有人要負責，那就是我，是我安排的首發，決定了打法和換人。對於球員，我只想感謝他們對我的歡迎。希望他們的體能和心情能盡快恢復，為周6的比賽做好準備。我相信我今天排出的大名單是合理的。我派上場的是一支優秀的球隊，替補席上的也是。我有一套才華橫溢的陣容，所以對他們來說，和新教練只共事了1天就要做到他的全部要求，這並不容易。我負有最大責任。現在說什麼都沒有用了。輸給一個西乙的保級隊，不能怪主教練。這就是足球，這就是過去10幾年曼聯走過的路。只希望千萬不要又輪到皇馬。而另一方面，關於阿隆索的下家，現在賠率開出來，利物浦居榜首，其次是拜仁慕尼黑、托特納姆熱刺、曼聯和西班牙國家隊。這就確實有點搞笑啊，因為拜仁慕尼黑的孔帕尼待得那麼好，怎麼可能去替換孔帕尼呢？可能只是因為阿隆索出身是德甲吧。另外，今天原生安東尼的皇家贝蒂斯2比1戰勝了埃爾切，意甲國際米蘭1比0戰勝了萊切，德甲2比0萊比錫戰勝了弗萊堡，還有霍芬海姆5比1戰勝門興格拉德巴赫，拜仁慕尼黑客場3比1戰勝科隆，
早先進行的意甲，那不勒斯0-0戰平帕爾馬。另外還有非洲杯半決賽，塞內加爾1-0戰勝埃及。這場薩拉赫和馬內的大戰，最終以馬內進球並且淘汰薩拉赫為結束。薩拉赫2次非洲杯和1次世界杯預選賽都輸給了馬內，而且在場上的表現力也不如馬內。馬內一個人能突能帶能射門能進球，個人能力凸顯得很厲害。反觀薩拉赫這一場幾次拿球都被1對1斷掉，球都傳不出去，一直失誤。馬爾穆什比薩拉赫強多了，拿球、護球、分球還有打門都比薩拉赫的表現更好。所以馬內也是見到過去的隊友，實際上是競爭對手薩拉赫，確實本場比賽表現太頂了。離開了利物浦快4年以後，依然能夠贏薩拉赫。今天的聯賽杯半決賽首回合，切爾西主場對阿森納又是火星撞地球。但即使切爾西換了帥，而且在自己主场作戰，仍然是阿爾特塔的阿森納技高一籌。開場第7分鐘，賴斯角球助攻，阿森納的角球太強了。本懷特頭錘破門，反客為主1-0。第49分鐘，切爾西門將桑切斯扑救失誤，泽凱萊什笑納大力破門2-0。下半場第57分鐘，切爾西發起反擊，內托傳後點，加納喬停球小角度破門1-2扳回一城。可沒想到14分鐘以後，澤凱萊什做了個球，蘇比門迪冷靜調整後勁射破門3-1。直到第83分鐘，加納喬2點球迎球凌空破門梅開2度，最終比分2-3。從切爾西的角度看，剛剛換了主教練，但其實打得還可以，丟球主要是球員的個人失誤，在一半主力沒上的情況下，真的可以了。純練陣容、適應戰術的半主力和阿森納能夠踢得有來有回，只是門將桑切斯不讓人放心呀，又開始犯病了。再加上切爾西的後防，這群球員的個人能力比阿森納確實差太遠，尤其是蘇比門迪進的那個球，幾個假設動作，感覺就像打遊戲一樣，龜速的橫向帶球，就是沒人去破壞，後腰沒來補防，後衛也沒跟，兩個都去封堵，吃了對方的假動作，就全玩完了。那麼這一場失利以後，切爾西最近9次倫敦德比打阿森納未嘗一勝，戰績為3平6負，上一次擊敗阿森納還是在2021年的8月。所以阿森納在阿爾特塔的帶領下，對切爾西形成了全面壓制。不過阿森納最近也有不好的消息，老 K 剛剛在節目裡面介紹了莫特薩克在阿森納青訓主管幹的是如魚得水。可是最近已經爆出莫特薩克將在本賽季結束後卸任。GTA 的報道，他的離任並非很突然，而是他職業發展的空間受到了限制。俱樂部方面也希望引入新的理念和財務結構要進行調整。那麼在莫特薩克任內，阿森納青訓在培養一線隊人才和塑造球員的價值觀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薩卡等人就是代表性的成果。而且他還留下了最大的遺產，就是阿森納現在有一套強調品格和成長並重的青訓文化。2011年夏天，莫特薩克和阿爾特塔他們作為球員是同時加盟阿森納。當時在入隊儀式，阿爾特塔表演了馬卡瑞娜，而莫特薩克抱着一個麵包當做麥克風唱起了 Hey Baby。 作為球員，在隨後他們一起重塑了阿森納更衣室文化，幫助阿森納在2013到14賽季足總杯結束了長達9年的冠軍荒。退役以後，莫特薩克和阿爾特塔分別被任命為青训主管和一線隊主教練。可現在擔任了8年青训學院主管的莫特薩克為阿森納效力了近15年，也宣布在本賽季結束後他會卸任。对此，阿爾特塔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我們是隊友，是朋友，一起當過隊長。之後我們又在不同的崗位上共同推進了阿森納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項目。他是青訓的負責人，我是主教練，我享受其中的每一分鐘。莫特薩克是最能傳遞這家俱樂部價值觀、雄心以及一切精神內涵的人之一，我們非常感謝他。那麼之所以離任，關鍵還是在阿森納內部，莫特薩克沒有清晰的晉升通道。比如去年他沒有被納入體育總監或者技術總監的候選名單，這兩個職位分別最終由貝爾塔和詹姆斯·埃利斯出任。而埃利斯這位技術總監體系的引入，也改變了俱樂部的匯報結構，對莫特薩克的角色產生了影響。現在在各俱樂部財政監管日益嚴格的時代，要有一套成功的青訓體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阿森納所以也在考慮為自己的青训管理層注入新的理念。在2024年11月，前體育總監埃杜離任前，也曾考慮過提升青训水平的多種方式。此後，阿森納就對青訓的運營進行了進一步審查，發現有可以改進的空間。最重要的就是莫特薩克的工資太高。他的工資高也就限制了俱樂部引入其他額外專業力量的可能性。
所以莫特薩克在現在離職對阿森納來說提供了可以進化和調整的機會。簡單說，莫特薩克的威望高，不可能給他降薪，以後還得漲薪。所以在青訓主管這個位置上，阿森納不想長期給如此高的薪水。那麼當時在退役3年後，莫特薩克當青訓負責人，部分原因是阿森納需要一位標誌性的人物，一位廣受尊敬的前球員，這能夠說服阿森納想招募的年輕球員和他們的家庭選擇阿森納。而且在2015至16賽季結束，當時阿爾特塔退役後，曾經敦促阿森納俱樂部高層要設法留住莫特薩克，認為這位2014年世界杯冠軍成員在30多歲時依然能夠為阿森納俱樂部提供巨大的價值。那麼當青訓主管對莫特薩克來說也不是一個象徵性角色，他必須邊做邊學，全面掌握青訓學院的所有運作環節。所以他開始全身心投入工作，並且曾經在永贝里擔任臨時主帥期間短暫出任一線队的助理教練，直到阿爾特塔在2019年12月上任。那麼現在要評估莫特薩克執掌期間阿森納青訓的成績，核心的問題是青訓的目的究竟是什麼？那如果答案是為一線隊培養人才，莫特薩克的任期無疑是巨大的成功。如今在阿森納一線队中，薩卡、恩瓦內利、斯凱利、道曼等等天賦出众的球員都是阿森納青训出品，他們不僅是阿森納青训营的骄傲，也能為俱樂部節省數億英鎊的轉會費。然而在競爭激烈的當下，財務規則非常嚴格，青訓還必須創造直接的經濟價值。像維洛克、巴洛貢、史密斯羅、恩凱迪亞等球員的出售也給阿森納帶來了可觀收入，但俱樂部內部卻認為這方面仍有提升空間，也就是說覺得莫特薩克做得還不夠。比如阿森納对切爾西和曼城是如何將青训體系轉化為穩定的現金流，頗為羨慕，而這需要對球員發展路徑進行更精細的管理，包括合理安排租借。阿森納現在已經將這個視為重點改進方向之一，同時還需要在源頭上進行更積極、更有雄心的青訓年輕天才的招募。但過去在阿森納投資重點自然優先是放在一線隊，這就意味着莫特薩克並不總是擁有和切爾西等對手競爭的資金條件。不過還有青訓的第3個主要功能，就是給年輕人打下堅實的基礎，使他們無論以後在俱樂部一線隊或是其他球隊，還是在足球之外的人生道路上都能受益終生。正是在這一點上，莫特薩克的影響和作用尤為深遠。他主導了強大的年輕槍手這個計劃，致力於培養場內外都很出色的球員。他堅持阿森納的核心理念，做更好的人才能成為更好的球員，並反复強調尊重、謙遜和紀律這些關鍵品質。最典型就是薩卡，薩卡是這些價值觀的最佳體現。如今已經躋身一線隊的這些球員，構成了莫特薩克最重要的遺產。同樣重要的還有這些從阿森納青訓走向世界各地的年輕人，把莫特薩克的理念帶向了更廣闊的舞台。現在莫特薩克將留任到賽季結束，這也表明雙方的關係依然非常積極。拋開職業成就不談，阿森納的人們最懷念的或許是莫特薩克的為人。他在倫敦科爾尼訓練基地始終展現出親和、周到且極具尊嚴的一面。好的人能培養出更好的球員，事實證明他們同樣能成為出色的青訓管理者。所以今天的比賽，切爾西对阿森納，切爾西进2個球的是曼聯前青训球員加納喬，這就很具有諷刺意義。那麼阿森納青訓的代表薩卡今天首發出戰打滿了90分鐘，在造犯規這方面，薩卡真的太像30幾歲的路易斯·費戈了，太強了，一個人造了對方3張黃牌的帽子戲法。而今天的主力中鋒澤凱萊什一傳一射。前幾天邁克爾·歐文剛剛說澤凱萊什是虐菜型選手，打硬仗是他的短板，澤凱萊什就用自己的表現堵上了這所謂名宿的嘴。難道客場打切爾西還不算硬仗嗎？其實對他在阿森納的困境，前荷蘭前鋒哈塞爾巴因克最近談到，澤凱萊什目前在阿森納仍然處在磨合階段，需要整個體系和隊友給予更多支持，才能回到他最佳競技狀態。哈塞爾巴因克說，就連博格坎普和亨利當年也需要時間去適應。澤凱萊什已經非常了解英格蘭的環境，他曾經在考文垂效力過，清楚自己會面對什麼。我覺得阿森納現在的比賽方式對他來說有些不太自然。在葡萄牙體育效力的時候，球隊的進攻幾乎完全圍繞他展開，而未來阿森納如果讓他更多留在中路，專注於正面面對球門完成進攻，而不總是像現在這樣背身處理球，這會更有利於發揮他的特點。當然他自身也需要提升，他必須在背身拿球和護球能力上有所進步，但阿森納同樣可以在這些方面給予他更大的支持。
現在咱們看一下一個榜單，去年夏窗英超各队引进的中锋的榜单。這上面勒溫現在是英超當中进球最多的，埃基蒂克排名第2，沃尔特马德第3。這個榜單上甚至德拉普、伊萨克和穆阿尼都沒上榜。還有意思的是，利兹联队的勒溫和盧卡斯·恩梅加，进了4個球，排名并列第7。這2位利茲联的前锋竟然都沒有花轉會費，都是免簽的。OK， 咱們再看一下本懷特。時隔631天，本懷特再度為阿森納進球，而他上一次進球也是對陣切爾西，可謂是最喜歡的對手。在對陣切爾西，本懷特職業生涯進球數已經來到了3個，切爾西是最多的一個對手。今天這一腳4傳4射，大概率是傳中傳刺了，進完球把自己都給逗樂了。最近冬窗，曼城和埃弗頓對本懷特很感興趣，但阿森納明顯不想放他走。今年已經是懷特在阿爾特塔麾下的第5個賽季。最早他來阿森納是想踢中後衛的，但近年來更多被安排在右後衛的位置上。本賽季他只代表阿森納在各項賽事中首發了9次。由於很難获得上場時間，所以曼城曾经詢問過他的情況，認為他是邊後衛對曼城的完美補充。同時中間人還和包括埃弗頓、尤文圖斯和摩納哥等俱樂部進行了洽談。但是在阿森納，雖然由於廷貝爾的出色表現，懷特缺乏上場時間，這讓他有些沮喪，但他球員自己也沒有積極推動想要離開阿森納。俱樂部方面，阿森納也將他視為球隊衝擊英超冠軍和在歐冠聯賽中走得更遠的重要球員。這也就意味着冬窗阿森納不準備接受任何關於他的報價。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繼續是這樣的局面，可能在今年夏天會對他進行評估，因為本懷特這樣的水平、這樣的薪水和收入不適合作為替補球員。對了，今天本懷特進這個球，澤凱賴什和昨天的哈蘭德感覺差不多沒區別。不過昨天哈蘭德有干擾門將撲救範圍的嫌疑，今天這個球呢，門將桑切斯是自己防控判斷失誤了。桑切斯的撲救和澤凱賴什的位置沒啥關係。那麼切爾西的新帥羅塞尼爾成為了連續第7位在執教切爾西主場首秀卻沒贏球的主帥，上一個還是2018年8月的薩里，而門將桑切斯出現了2次失誤。自23到24賽季以來，已經有2場2次失誤導致丟球了。近3個賽季，他也是同期5大聯賽唯一一個。今天，切爾西新帥羅塞尼爾在輸球之後新聞發布會上，說自己對球隊態度很滿意，但是對結果和丟球方式不滿意。而且今天3位邊鋒表現都很好，喜歡球隊的韌性。好，今天最後的新聞是中國的棋圣聂卫平9段在北京病逝，享年74歲。在中國圍棋的歷史當中，他是最具傳奇性的一位，而且對足球非常的熱愛。小時候剛剛7歲，聂卫平就第一次現場，當時觀看国足比賽，從此迷上足球，自己也喜歡下場踢球。不過因為對抗能力太有限，所以經常擔任守門員，也被隊友戲稱為佐夫，這也是致敬意大利傳奇門將佐夫。由於喜歡足球，他還認識了中國足壇的年維四、荣志航、徐根寶、高峰文、戚务生等等。1985年，當時中國的領導人胡耀邦將一瓶極其珍貴的黑瓶茅台送給了聂衛平，因為聂衛平在首屆中日圍棋擂台赛大放異彩，那還是1985年。這一瓶黑瓶茅台被稱為中國孤酒，是紅軍時期留存的，全茅台酒廠只有2瓶，其中1瓶竟然給了他。聂衛平視作至寶，多年沒有起風。後來在跟足球的老友們聚會的時候，他承諾，如果中國國足能衝出亞洲，衝入世界杯決賽圈，就打開這瓶孤酒來慶功。於是在2001年，國足在米羅的帶領下，歷史性的晉級2002年日韓世界杯。聂衛平是大丈夫，如期履約，邀請了年維四、王俊生、徐根寶、高峰文、戚务生等等足壇大佬一起共飲此酒。打開這黑瓶茅台，酒液呈綠色，足見年代久遠。不過02年以後，中國足球又陷入低谷，爆出各種賭球等等醜聞。聂衛平後來多次公開表示非常後悔開了這瓶孤酒，這也成為中國足壇一段唏噓的佳話。在那一次中日圍棋擂台賽，聂衛平作為主將力挽狂瀾，連勝多位日本超一流棋手，創造了擂台神話。這對當時的華人來說有極大的振奮作用，所以也被授予棋聖的稱號，掀起了全國的圍棋熱潮。老 K 個人非常的喜歡圍棋，尤其是布局階段。朋友們如果感興趣，可以搜一下圍棋布局史話，這裡面的故事很多，非常的精彩。棋聖聂衛平先生，請您安息。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